Jesse 今天要来试驾新的 Tesla Model Y， 可以看到它在前面了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 Chatsworth。嘿嘿。它的车头变成贯穿式的日行灯，这样贯穿的，所以看起来比较有未来感的感觉。然后他说，这地方它的大灯在这里，然后它就有点灰灰蓝蓝的，然后搭配这个是20寸的轮框，但是我比较喜欢19寸，就是它的一个全黑的一个盖子。然后你可以开后面那个给大家看，它这个，它屁股也变不一样了。有吗？它现在这个灯是有点像是用反射的吧，这有一块反射板，它灯打下来，然后从这边反射出来，所以感觉那种灯是有种渐层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这个新的 Model Y， 他说他们有新增一个前置镜头在下面，这里，这个，所以你有时候停车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怕撞到前面。然后这还有自动清洗功能嘛，它可以清洗这个镜头。到它后车厢，有个我包包，然后它现在就是换成说，它这个座椅全部都是电动的，可以电动上去，电动下来，然后你按那个座椅的那个位置，它就下去，然后，你看它就下去的时候，前面座椅好像也会往前，让这个座椅可以下去。好，下去吧，有吗？另外一台 ，OK，然后它的空间就是应该是很长吧？来，我帮你拿着，你就进去看看。它这边是不是还可以再塞啊？这边前面。应该可以啊，对啊，电子的话可以。电子所以它这边会补吗？对对对。那如果要睡的话，很长啊，总之是高级露营车啊。这有比较宽吗？我觉得好像有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差不多吧。它就有个荧幕的。哦，对啊，但是可能如果你电了电子，它可能就被挡住了。好。然后你出来，它现在就不用去前面把它搬起来，你现在可以按那个按键，它就自然就起来。比较方便。对，那另外一边也是。那如果到前面也可以用手翻吗？应该可以吗？不知道。那不然应该可以吧？然后这个后车厢的大小，你看这很大，很深啊。可以放进一个人了。它没有宽，它有前面的这个一点点。对。那可以放扁扁的东西。扁扁的。好，开起来。然后你加这个，它再加看。插进去。对。它上面可以再隔一层。隔一层。哇。可以折起来。那如果你露营的话，这块可以当你的桌子吧？是吧？不错。你再去看它车头。好。先不要拿好。走。然后它这里就是有这个进气口，看到流体力学。如果当风进去的话，就比较不会有 turbulence， 不会扰流，所以导致它的那个风阻可以小一点。风阻系数只有0.22。它就是新的风阻系数从原本0.23降到0.22，然后这个公式就是风阻 F 等于1/2的多少 low， 然后它乘上截面积，然后再乘上 U 平方跟它的风阻系数，所以风阻系数跟这个阻力就会成反比，所以从0.23降到0.22，它大概风阻可以减少4%。对，可能就是说。然后你的里程可以增加4% 的。
嗯哼。然后这个是19寸轮框啊，就是黑色的。然后还有这边这一样，它削这个凹边啊，可能就是为了让那个风啊、流体啊可以顺顺流过这。对。然后它车这个前的这个行李箱，它有个更新说，它这边有一个不是阀门，它就是一个盖子，然后你可以打开，可以排水。然后刚刚他是说有人喜欢钓鱼吧，会把这边充满水，然后装活鱼，然后说要是清水的话很麻烦，所以就因为这样，所以新增了一个这个盖子，可以让之后他们要排水就方便排到地上去。哇，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吧？他说这边全部都是密封的嘛，密封的，所以可以装，这样车子不会臭吗？不知道，可能会吧。臭装活鱼啊。好，这也是蛮深的。OK。好。试试看吧。好，换了。好，那里。有耶。这边就往前让开。对。那就不用再，它自己又会往。又回来，它就会，对啊，就避免它撞到。它就是这个新的 Model Y 跟新的 Model 3一样，它有形成这个通风座椅，所以说把这个通风打开，你就感觉到比较凉快一点，有吗？有像帮 case 打开，它可以调 auto， 就是看你要不要通风这样。然后它有一个新增的这个设备是这个，它的风扇你可以左右摇，就像你在家里开那个冷气，它的风扇可以这样左右吹。对。所以你有感觉到比较凉快？有。所以它这个座椅就是有通风，然后还可以加热。对。然后它这个萤幕好像这个边框有窄一点点吧，跟原本的 Model Y、Model 3比起来，边框窄一点。然后再来是它这个上面这层大玻璃，他说是有双层镀银，所以说它的那个光啊、热啊会被反射出去，所以它的那个热度可以减少7倍吧。听说是这样。OK。然后再来就是它这边也改成前开后开式，所以假如你不用这个空间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关着，然后只要用这个杯架。像之前版本是说你一打开就整个空间都开了嘛。对，所以你要杯架就杯架，用这个空间的空间可以调。然后这里的空间好像没什么差别。吧。但好像变成一个 Type C 了。是。这边一个嘛？对，原本好像有2个。这边呢？这边0个，但是有一个像是那种插香烟的那种孔，那个，这个可能输出的那个电压比较大一点。对。OK。拿起来。然后这上面你刚看过了。对。就有那个化妆的灯。还有你的那个那个线。它这边有那个变换气氛灯，气氛灯颜色可以改，在 Light 里面可以改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应该粉红色啊。好，就会变这样。蛮丑的。然后我个人觉得红色感觉蛮酷的，邪恶的感觉。白色其实就看不出来是灯，是吗？对。好，那就红色。然后气氛灯它到后面都后面也有气氛灯，对。后面椅子没有通风，但是它后面椅子好像有加热。它这整个椅子好像都有加长，有吗？你有觉得它的椅子有加长一点？加长一点，好像屁股大一点点，比较大这个，然后最后面也只有加长。你可以关吗？后面位置很大对耶。但是它蛮宽敞的。OK， 然后后面这椅子很宽敞，然后他说这个腿部空间这椅子有加长，所以像我腿这么短，就刚刚好可以支撑到我的整个腿。它好像可以调角度哦，看一下，它可以这样调，可以调一点点，应该是吧？就是你可以客制化你的那个后座，就是你喜欢坐斜点坐斜点，你那边也有。有啊，它就往前，然后再往后。我要看，这是最顶的。对，这最顶。然后最后面。对，这样坐起来应该比较舒服吧？
后座的。有可以调一点。嗯，那你觉得那萤幕你好用吗？我要看一下。它这里新增了一个8寸的萤幕。8寸萤幕，你可以拿来。它至少比那个 iPhone 大，有些小朋友都比没有好。然后这边有 YouTube， 然后也可以放音乐，然后这边也可以调你的冷气。然后 YouTube 可能没有滑下来。没有，它 Netflix 啊什么都可以看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它也可以调你的风吧，冷气什么，所以你可以从后面调。哎，它这个是这应该好像有变哦。有变一点点，没有特别注意后左边，然后这边2个线嘛，Type C 这里1、2。那如果他们要紧急逃生的话，紧急逃生哦。哦，它有啊，它这边有一个紧急逃生，对，它现在就画一个符号，应该你把它翻开吧。不确定怎么办？看一下。好吧，总之就在这里面。对。然后它的天窗还是一样，整片的。中间这个可以拿下来放椅子，放饮料，那可以放手，刚刚好2个人放手放上去都可以。对，应该还蛮够大的。那你坐坐看中间好，中间这个位置好坐吗？比较高比较高，那脚的部分可以放进去吗？你把脚伸直。脚就是刚刚好，我的身高，可是再比我，如果男生坐中间，可能就会比较。所以就是比较矮的人在坐中间。170内坐还可以吧？它的这个灯跟之前一样，就放在侧面。反正你要是录影的话，旧版的好像没有这个有啦，有吧？忘了。我也不太确定，好像没有这个小灯。反正有也不错，没有也行。好，对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原本 Model 3把这个拨杆改掉，就是用按键的。我觉得我拨杆比较好，因为在澳洲基本上很多圆环，然后有时候你方向盘不知道走到哪去了，所以你也不知道你那个按键的方向是左边还是右边，会很麻烦。还有这个车子，它很明显的是说它的隔音有变好。你就比较不会听到外面的路噪声啊什么的。那你看现在打开窗户，然后关起来，就基本上是很安静。但是呢，它的这个悬吊，我是觉得跟原本的 Model Y 比起来，好像没有差太多，就好一点点而已啊。但不是说有一个很显著的差别。就还是会有那种碎震感，还有那种就是那种碎震的感觉，好一点点，没有好太多。你看像这个，等下已经放起来给你看，还可以了。你觉得嘞？感受不大，就没有差太多的感觉。Now bear right onto Willis Road. 他们是说悬吊好像是什么2代悬吊，然后它的避震可以提高23% 吧。In 200 meters, turn left onto Camaret Road. 你刚刚不是还有说开门、关门门比较重的感觉？对啊，它的那种整个门的质感就比较好一点。像原本的 Tesla 关门都有一种怎么样脆脆的声音，但这个听起来是比较沉，感觉这个门比较重，比较扎实。 Now turn left onto Camaret Road. 这样的感觉。不过它现在这个拨杆，方向拨杆，基本上就是拨杆，它没有什么任何的其他功能在上面，就是一个拨杆。像之前可能有什么雨刷、喷，对吧？就清洁之类的，现在都没有。清洁现在全部都用你的平板来控制。In 200 meters, turn left onto Deepwater 但我是 Road. 觉得这个通风座也很不错了，就让你现在开车起来是背部都是凉凉的。夏天的话会容易流汗的人很适合，是吗？Now turn left onto Deepwater Road. 我想把 light 开。
用红红的。红色的感觉如何？邪恶。那红色的感觉就是一台很厉害的车子哦。谁说的？那你外观也买红色的啊？一样。我说红色配黑色的话，你以为是那个星际大战的那个吗？嗯。但我觉得它新的方向盘好像比较扎实一点。嗯。原本那个方向盘比较软软的。试驾这台是 Model 3 Performance， 就加速度很快，然后它有个这种类似像赛车的椅子，会让你其实真的会容易白色会容易这样子。对，还是这粉底液呀、但是有，但整个就是真的很白。白色的车，就看你喜不喜欢啦。我是觉得还可以，但我黑色我也不嫌弃。嗯。然后它基本上跟原本的 Model Y 应该这个配置都一样。嗯，但它的孔是在这里耶。哦，对，那个烟孔是，那可以拿来接吹风机之类的。它的那个电压比较大。吹风机啊？不确定，随便讲。误导观众。这一样就一个 Type C。嗯。然后它后座也是一样，有一个荧幕。我们去后座好了。前面就方向灯这里了，变按钮。啊，后座的感觉。感觉就比较小一点。就比刚刚小一点，但是以我们的身材来说，空间感还是很够。然后这个扶手的部分，就你不能没有像刚刚那么宽啦，它还是有2个小杯架，然后是比较晃一点，我感觉。然后对，空间感小一点。那这可以调你的这个椅背吗？应该是不行的。不行，它这边就卡了。因为它这里是它跟后面这个你行李箱是接在一起的，所以就不能调那个你的椅背斜度。对，然后这里一样给你一个8寸的荧幕，你可以看影片，然后可以调冷气啊什么的。像刚刚那个音乐这就可以拒播，我们不能拒播。好，然后一样上面这个灯，你看这边就没有啊，这不一样。对 ，Model 3上面的灯就变在中间这个了，它中间有个棒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后面。后面就有一个尾翼，这个就赛车尾翼啊，看你喜不喜欢。好吧，打开吧。这个空间就跟一般 Model 3长得是一样的吧？对。下面一样有个深深的空间，就没了。不能看。对，就长这样。对。没什么特别。所以它如果要录影的话，它也是侧面要放倒。好放倒吗？放倒就跟一般 Model 3一样，就用手动。然后再看一下它的车头。你看它这就没排水。它也是蛮宽的。对。所以当然就没有那个排水孔。啊，对。那你要钓鱼就不能放这里。哦。所以，这个宽度是不是跟刚刚那也差不多？差不多，但深度不一样。哦，对。好。OK。Model 3。就是不锈钢的。看起来比较高级吗？是吧？车它就是 Model 3新的，它方向灯都是这样，你要按的。然后在澳洲有很多那个圆环，就是圆环转到另外一边，到底要按哪一颗，你搞不清楚，这是唯一的缺点在这了。不然我觉得这台车它的，其实我觉得它悬吊感觉比较稳哦，它比较贴近地面，就比较不会那么晃。然后而且它的加速非常猛，你看这样。好恐怖！我有一种怎么讲，那个血还在脑的后面那种感觉，你有那种感觉吗？还行。哦，刚刚一加，我刚刚随便乱踩就觉得有点恐怖。刚刚踩到多少？没有踩多，主要是重点那个加速度，那种感觉，不用踩到多快，但是就是那个加速突然上升，像在自由落体一样。然后逃跑的时候很快。它的加速度应该跟
可能跟重力加速度一样快了，就是有点像你在往前下坠一样。看来你没办法承受。我刚刚突然一阵晕呢。你不能当赛车手了。你刚刚有那种感觉吗？因为我有点侧边，所以侧坐那边好像还好。已经习惯你突然加速。他们是白色的椅子，所以这台 Performance 就是有点像那种跑车的感觉。它椅子也比较不一样。对，然后它的椅子就是侧边有这个凸出来，可以帮你 hold 住。那感觉有包覆的感觉。对啊。安全感。这台感觉还不错你是怎么样？就是有点它，我喜欢它这种离地面近一点，因为 Model Y 它就是比较高，它比较容易这样左右晃的感觉。虽然是震动可能差不多，但是它会有点左右的感觉，我觉得因人而异。啊 ，Model 3的那种操控感真的很好，就是完全你驾驭这台车，然后它也跟着你的那种想法走，你要往前冲就往前冲，你要往右转往右转。Model Y 差一点点，不过就空间很大。